健康永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佑丽。过去在公部门服务时，我经常处理长辈福利业务。今天想诚恳地和辛苦大半辈子的您谈一件90%家庭可能误解或不知道的事：每月可能有几千至数万元合法补助，正因不了解而白白流失。一听到身心障碍，许多长辈会摇头，我又没残缺，申请那做什么？但请您先把旧观念放一边。据估计，全台超过30万个家庭符合资格，却因观念或不了解而错失支持。这笔钱不是施舍，是您为社会付出后，社会理所当然的回馈。如果您或家人年过65，常腰酸背痛，记性变差，视力听力衰退，请务必看完。这不是标签，而是关键支援。时代已不同，现在的身心障碍证明核心是评估身体功能是否衰退，而非只看残缺。就像汽车开久要进厂验车，不是为了贴上破车标签，而是检查引擎、刹车、灯光，好让车子继续安全行驶。这张证明就是政府为我们使用多年的身体所做的专业检修，找出日常有哪些不便，从而提供精准支援。申请一点也不丢脸，这是正当权利。全台已有超过120万人持有证明，但符合资格者估计达150万以上，中间的落差正是我想提醒的对象。接下来，您可依最新鉴定基准，常见8大类状况一一检视，为自己或家人做初步评估。我们先从第一类开始，叫做神经系统功能障碍。这包括了大家常常听到的失智症、中风后遗症，还有严重的忧郁症等等。我举个真实的例子，我以前服务过的一位长辈，身体一向硬朗，但这1年来家人觉得他怪怪的，明明刚刚才一起吃完午饭，过了半小时，他就会走来问我们中午要吃什么。最让人吓出一身冷汗的是，有一次他去楼下那个走了几十年的市场买菜，居然找不到回家的路，在原地绕了好久，最后是热心的里长把他带回来。朋友们，这就是失智症很典型的状况，记忆力明显衰退，对时间、地点搞不清楚，判断力也变差了。在台湾，像这样的状况每年新增好几万例，但懂得去申请相关福利的家庭连1半都不到。除此之外，如果中风之后有一边的手脚比较不灵活，拿东西会抖，走路会跛，或者是讲话变得含糊不清，别人很难听懂。再来，如果是严重的忧郁症，让一个人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整天郁郁寡欢，连门都不想出，饭也不想吃，基本的生活都没办法自己打理，这些都属于神经系统的问题，完全有资格去申请评估。第二个大类是感官功能障碍，主要就是眼睛和耳朵的问题，这跟我们长辈的生活品质关系太大了。眼睛方面，很多长辈看东西要拿得老远，或者就算戴了老花眼镜，看出去还是觉得雾茫茫一片，这可不仅仅是老花眼而已哦，很多是因为糖尿病引起的视网膜病变，或是青光眼、白内障，导致视力严重受损。我认识一位阿姨，糖尿病史很长，后来视力变得很差，药罐子上的小字根本看不清楚，有好几次差点把降血糖药和止痛药搞混，非常危险。后来去医院做详细检查，他视力最好的那只眼睛，就算矫正后，视力也已经不到 0.1 了。像这样的情况，去申请视觉障碍的证明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耳朵方面呢，如果您跟家人讲话常常鸡同鸭讲，需要对方在您耳边大声重复好几遍，或者看电视的时候，音量要开到全家人都觉得吵，邻居都可能来抗议的程度，那么这种听力严重退化的状况也完全符合申请的标准。接下来的3到第6类是关于身体内部器官的功能障碍，听起来好像很专业、很严重，其实它就跟我们长辈非常常见的许多慢性病紧紧连在一起。在这里，我一定要用最大的声音、最强调的语气告诉大家，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接受长期的洗肾血液透析治疗，那么您申请通过的几率几乎可以说是100%。但是说出来您可能很难相信，全台湾竟然还有将近30%的洗肾朋友完全不晓得自己有这个权益可以争取。我一位朋友的母亲就是因为肾脏衰竭，需要每周洗肾3次，光是往返医院的交通费、时间就是一大负担，加上洗肾后身体虚弱，需要购买许多营养品来补充，整个家庭的经济压力瞬间变得好大。后来申请到证明之后，不仅交通有补助，每个月还有固定的生活补助金，顿时感觉肩上的担子轻了一大半。除了肾脏，我们再看看其他重要的器官。心脏方面，如果您有严重的心脏疾病，
比如装过心脏支架、心率调节器，或者心肌梗塞过后变得非常容易喘，走几步路、爬半层楼梯就心跳加速，上气不接下气，这也可能符合标准。呼吸器官方面，最常见的就是肺阻塞 COPD。如果平时就需要靠氧气机来帮助呼吸，或者稍微活动一下，就像跑完100米赛跑一样喘不过气，连自己穿衣服、洗澡都变得非常困难，那也请您一定要去试试看。肝脏方面，比如严重的肝硬化、肝癌等等，这些疾病不仅治疗过程辛苦、花费大，也会严重影响生活品质和工作能力，通常也都在可以申请的范围之内。第7类是肢体障碍，这是大家最容易理解，但也最容易自己吓自己的一类。很多人根深蒂固地认为，一定要到截肢或者终身卧床必须坐轮椅的地步才算。错了，这是大错特错的观念。我有一个长辈，当了一辈子的公务员，因为长期坐办公桌，腰椎和颈椎退化得非常厉害，现在是站不久、坐不久，走路姿势也不平衡，出门买菜一定要倚靠着买菜车，走个200-300公尺就必须停下来休息，几乎失去了自由行动的能力。后来他听从建议去做了鉴定，现在不仅每月有补助，政府还补助他购买了更符合人体工学的腰部和颈部支撑辅具，甚至派人到他家评估，建议他调整了家具的高度，让他日常起居的安全感和舒适度都大大提升。所以大家看，像这样因为关节严重退化，像是膝盖、髋关节，需要依赖拐杖或助行器才能走路，或者是因为中风后，一边的手脚虽然还能动，但就是使不上力，动作非常笨拙，不方便，甚至是严重的腰椎、颈椎问题，导致弯腰、转身、抬头都很有障碍，这些通通都属于肢体障碍的范畴，千万不要自己先画地自限，把权益关在门外。最后一类是其他障碍类别，这包括了某些比较特殊的疾病，或者是同时合并有2种以上障碍的多重障碍情况。听我这么仔细地讲完这8大类，大家心里是不是开始有点概念了？是不是忽然发现，原来这张证明离我们的生活这么近，几乎就是为我们这个年纪会遇到的状况量身打造的？那听到这里，可能又有朋友要问了，佑丽啊，你说的是很好啦，可是申请起来会不会超级麻烦？是不是要跑好多个机关，准备一大堆像山一样的文件，想到就觉得头痛，想放弃？这一点您完全不用担心，整个流程啊，其实比您想象的要简单，有条理得多。您只要记住一个简单的口诀，先看医师，再跑公所，最后领证。我把它拆解成4个清清楚楚的步骤，保证您一听就懂，照住做就行。这第一步，也是最关键，决定成败的一步，就是找对医师，说对关键话。很多人失败，就是卡在这第一步，用了错误的方法。您一定要记住，医师是整个申请流程的守门员，但他们每天看诊非常忙碌，首要工作是诊断和治疗您的疾病，他们通常不会主动问您要不要申请福利，这不是医生不关心您，是因为社会福利的咨询并非他们的业务范围，所以您必须要自己主动出击。具体该怎么做呢？轮到您看诊的时候，不要害羞，也不要拐弯抹角，直截了当地跟医生说，医生，不好意思，我想请问一下，以我现在这个状况，比如说我的膝盖已经痛到没办法走远、爬楼梯，或者是我的记忆力退化的这么明显，是不是可以申请身心障碍证明来做鉴定呢？这句话里的我想申请身心障碍证明就是关键字，非常重要。您一定要明确地把这个目的讲出来，千万不要只是含糊地说我家里经济有困难，或我听说好像有补助，这样医生可能无法立刻理解您具体的需求是什么。同时，挂对科别也很重要，如果是失智、记忆力问题，就看神经内科或精神科；关节退化、行动不便，看骨科或复健科；眼睛问题看眼科；耳朵听力问题看耳鼻喉科；心脏问题看心脏内科；洗肾的朋友就是看肾脏科。如果您真的不确定该看哪一科，一个很好的起点是先挂家庭医学科，让家庭医师帮您做初步的判断和转介。当您向医师提出申请后，除非是像截肢这样非常明显的状况，否则医师通常需要大约3到6个月的观察期，这是为了确认您的状况是持续性的，而不是暂时性的。这段时间，您一定要乖乖配合医师的治疗，按时回去复诊，让医生能充分、完整地了解您病情稳定的状态，这样他未来写出来的评估报告才会最准确、最有说服力。第二步就是备齐证件，前往区公所。
当医师经过观察，认为您的状况确实符合申请的条件，他会告诉您可以开始进行正式流程了。这时，您只需要准备3样最简单的东西：最近6个月内的1寸半身照片、您的身份证正本，还有您的印章。带着这些东西，到您户籍所在地的区公所，找到社会课或社政课的柜台，走过去，直接而清楚地跟承办人员说：“您好，我想要申请身心障碍鉴定。”工作人员就会给您一份非常重要的身心障碍者鉴定表，并且在这份表格上盖上区公所的官方大印。这份盖了官印的表格可是宝贝，您一定要妥善收好。如果对于后续的流程，大概需要等待多久等等有任何疑问，趁这个机会一次问清楚，公所的人员都会很乐意为您详细说明。第3步是回到医院，完成团队鉴定，拿着这份盖好官印的鉴定表，再次回到您原来看诊的医院，交给您的主治医师。接下来，您会经历一个非常专业、非常全面的团队联合评估。这不只是医生一个人说了算哦，医师会负责您疾病本身和身体功能的专业判断，物理治疗师可能会请您走走直线，站一站，做几个简单动作来评估您的肢体功能、肌力和平衡感。职能治疗师则会问您一些日常生活的情境题，比如自己穿脱衣服、吃饭、洗澡、上厕所会不会有困难，来评估您的日常生活自理能力。有时候还会有社工师跟您聊一聊，了解您的家庭支持系统和社交状况。在这个过程中，我只有一个最重要的小小提醒，就是请您务必100%诚实，不要因为觉得不好意思、怕丢面子，就故意跟评估人员说我还可以，没关系，没那么严重啦。他们都是专业人员，看过各种各样的状况，绝对不会笑您或看不起您。您越是诚实，把最真实、最困难的一面展现出来，他们就越能做出最准确的判断，而这对于您最后能拿到最适合您的障碍等级是至关重要的。第4步就轻松多了，叫做在家等待，领取证明。当医院里所有的专业评估都完成之后，您就可以安心回家了。医院会用正式的公文将您的鉴定结果送到您户籍地的卫生局以及卫福部去做最后的审核。这个过程您什么都不用做，只需要在家里耐心等待，通常需要1个月到1个半月的时间。一旦审核通过，您就会收到区公所寄来的正式公文通知。这时候，您就可以带着这份通知、您的印章和身份证，满怀欣慰地前往区公所的社会课，领取那张对您未来生活至关重要的身心障碍证明正本了。证明拿到手，才是好戏真正开始的时候。怎么把这张证明的价值转化成我们生活中实实在在的帮助呢？根据卫福部的资料，身心障碍者可以申请的补助和服务项目林林总总超过30种。我挑选几个对我们长辈最实用、最有感的项目，说给大家听。第一个就是生活补助金，这是最直接、最实在的现金帮助。政府会依据您鉴定出来的障碍等级，以及您家庭的总收入情况，每个月固定将一笔钱汇入您的账户，从几千元到上万元都有可能。这笔钱您拿来支付每天的菜钱、水电瓦斯费、管理费，都能实实在在地减轻每个月的经济压力，就好像政府每个月为您的退休金加薪一样。第二个是医疗补助，这对于需要经常跑医院看医生的长辈来说，简直是天大的福音。有了证明，您到诊所或医院就医，挂号费可能全免，或者只需要负担极少部分。住院时需要自付的病房费，部分负担费用也能获得相当比例的减免。这样1年累积下来，光是医药相关的支出就能帮您省下好几万元。第3个是交通优待，让您出门更方便、更省钱。有了这张证明，您本人和一位陪同您出门的照顾者，搭乘捷运、公车、台铁，甚至高铁，通通都可以享有半价或免费的优惠。对于那些需要定期回医院复健治疗的家庭来说，这笔长期省下来的交通费是非常可观的。第4个是税捐减免，省税就等于是赚钱，包括每年的综合所得税、家里的房屋税、地价税、使用牌照税等等，都可以依照规定申请不同程度的减免。不仅是您本人，照顾您的子女在申报所得税时，也可能因为抚养您而享有更高的免税额或特别扣除额，这对整个家庭来说都是减轻负担的好消息。第5个是我个人觉得最贴心、最实用的辅具补助及居家无障碍环境改善。政府可以补助您购买各种需要的辅助器具，比如电动轮椅、助行器、拐杖、特殊床垫，或是助听器、扩视机等等。
更棒的是，还有一项居家无障碍环境改善补助，政府会派专业的评估员到您家里实地查看，评估浴室是不是需要加装安全扶手，地板是不是太滑需要改成防滑材质，门槛是不是太高需要打平以便轮椅通行。这些改造都是为了让我们能在最熟悉、最自在的家里住得更安全、更舒适、更有尊严，避免跌倒等意外发生。在这里，我一定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政府提供的身心障碍福利和另外一套大家可能听过的长期照顾长照 2.0 服务是两套独立运作，但部分服务内容有重叠的系统，比方说居家服务、交通接送、辅具购买，这两个系统都有提供类似的项目，但是政府有明确规定，同样性质的服务补助，您只能选择其中一种对您最有利的方案来申请，不能两边重复领取。所以在您开始申请任何具体服务之前，我强烈建议您可以先到区公所的社会科负责身心障碍福利，或是打电话到您居住地的长期照顾管理中心做个完整的咨询，让专业的个案管理师帮您把两边的福利项目摊开来，仔仔细细的比较计算一遍，看清楚到底是申请身心障碍的补助比较划算，还是申请长照 2.0 的服务包裹更适合您现在的状况。千万不要自己闷着头随便申请，结果反而领的比较少，那就太可惜了。健康永驻的朋友们，今天分享的内容非常丰富，也非常关键。能够看到这里，我相信您对于身心障碍证明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完整、非常清晰的概念了。它绝对不只是一张薄薄的塑胶卡，它代表的是政府与社会体系对我们每一个在人生道路上辛勤耕耘了大半辈子，如今身体机能需要一些额外支持与保养的长者所生出来的一双最温暖、最实在的援手。人生步入这个阶段，身体各部位的功能逐渐退化，是我们许多人必须共同面对的自然课题，这一点都不可耻，更无需自卑。请您一定要记得，您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在孤单的奋斗，在默默的承受，在您的身后有一个完整的、早已准备好的社会支持网络，正等待着被启动，准备好要上前来帮助您、支持您，让您的晚年生活过得更从容、更有品质。如果您觉得今天佑丽分享的这些内容对您自己或者对您身边的亲人朋友真的有帮助，那么我诚挚地请求您动动手指，把这篇文章分享出去，分享到您的家族群组，分享到您的朋友圈，分享到每一个您关心、您在乎的社群里。您这一个看似简单的分享动作，很可能就能点亮一个家庭的希望，唤醒一份长期被忽略的合法权益，彻底改变一位长辈的晚年生活品质。非常感谢大家的耐心聆听与阅读，我们下次再见。